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新一天的直播。对，直播应该已经开始了啊。从美国股市盘前情况来看啊，谈判结果很差，晚安了。今天盘前到底什么情况啊？可以讲一讲。CEO 们都留在北京继续刺探情报、探风声。CEO 们好像在北京吃小吃啊。今天国内社交媒体上刷屏的是黄仁勋在吃炸酱面，然后蜜雪冰城之后，然后被热情的北京朋友喂了一口豆汁儿啊，然后感觉这东西是啥呀？对吧？这个我听得清清楚楚，用中文说的啊。好像回去的时候就看到是特朗普最后上飞机的时候招了个手，其他人我估计像什么贝森特呀，这个卢比奥啊，这帮人应该是回去了，但是黄仁勋回去了吗？这不知道啊，黄仁勋不知道是不是在飞机上，我估计可能这帮 CEO 们并没有跟着回去，他们还可以在这边再多谈一谈，多做点单子出来。这一次你说到底谈的好谈的不好呢？其实谁也说不清楚，对吧？因为特朗普说我们谈的可好了，黄仁勋说我们谈的可好了，马斯克说我们谈的可好了，提姆库克说我们谈的可好了，啊，每一个人都说我们谈的可好了。但是呢，大家注意了没有？没有联合公报，对吧？这个正常的，你比如说真的谈点什么事儿呢，最后是要发联合公报的。然后呢，没有记者招待会，对吧？谁也不上来开记者招待会，更不要说什么联合记者招待会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谈了啊，谈完了，谈完了以后呢，到底怎么样呢？这个我估计就是维持原状啊，就是叫维持当前状态，不要这个单方面随便改变，对吧？我们又稍微重申强调了一下，也就可以了啊。其他的应该也没有特别多的东西。这个老黄，我觉得今天看的最逗的是他喝豆汁儿啊，那个实在是，反正作为北京人来说，我也喝不了那东西啊，真的是骗老黄。这么有钱的一个人，但是他愿意做这种表演，然后给大家看，对吧？你想他这种人不可能没听说过北京有这么一种神奇的东西，他就真的愿意表演给大家看啊，那么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觉得川普来了这一圈呢，对于我来说的影响就是没人看视频了啊。这2天的视频基本上就没有播放量啊。这个正常的，我比如说一个视频放一天，差的也应该有个5、6千啊，好的应该有1万多。结果你看今儿早上这条，到现在才2000多啊，大家就真的都去关注川大爷了，这个没办法。我还专门在川普上台的时候录过一期这个会员节目，就讲说。这个川大爷这4年呢，他就是绝对的中心啊，不可能有任何人撼动其位置，对吧？那么这个自己讲的自己就要认这个事儿嘛。好，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H200解禁啊，那咱们就来讲今天的故事啊，已经有50人了，挺好。大家都点个赞啊！来了以后记得点个赞，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故事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H200解禁，中国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首先要注意啊，今天咱们讲的是 H200解禁，表面上呢这是一条芯片的新闻，美国批准了一批中国企业购买英伟达 H200，大约10家中国企业在名单里头。每家理论上最多可以买7.5片，也就是合计75万片，而且好像还有一个要求是不允许转卖啊。但是呢，这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批没批或者怎么个批法，对吧？真正重要的是谁能买，买多少，这个货怎么进来，中国让不让买，买完了以后，中国 AI 公司继续留在这个CUDA生态里头。还是转向国产算力啊，这个是真正需要去研究的事情。所以呢，咱们今天啊，先把结论放前头，因为中国人听故事嘛，第一件事要听谁输了谁赢了，对吧？
H200解禁，中国呢短期内肯定赢了，没什么好说的。美国短期内呢也赢了，把东西卖掉了，对吧？其实这一次咱们要看到，飞机咱买了，石油咱买了，农产品咱也买了，英伟达芯片也买了。至于马斯克到底卖了什么东西，我估计 FSD 应该快要落地了啊。那么该买的东西咱全买了，然后至于美国人要的东西呢，这个咱们做了一个叫非敏感物品清单啊，在这个里边的你就可以随便买了，因为原来咱们没有这个单子啊。那每一件事情来了以后，我们都说，哎，你这有问题我查一查，那个有问题我查一查。现在等于我们给了这样的一个单子啊，那么美国人又赢了一把。所以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说呢，短期内他肯定也是赢了啊。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跟国际足协啊，跟 FIFA 把这个字儿签了，应该是1.1亿美金吧，好像是买了2年的转播权啊，就是今年6000万，明年5000万，大概，哎，不对，不是明年啊，他这玩意儿好像4年一届啊，就是这一届是6000万，下一届是5000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算是把这个叫做世界杯的转播权给买回来了。那么，所以美国短期内也赢了。那么谁比较倒霉呢？是华为、升腾开始去承压了，而国内的中小算力卡应该准备要面对斩杀线了。但是真正赢了的是黄仁勋的英伟达啊，那才是整个交易最后的最大赢家。为什么呢？因为英伟达的 H200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芯片，它背后是CUDA生态，是整个的英伟达的服务器，英伟达的 NVLink， 英伟达的一大串的这个生态体系，对吧？你买了它的芯片，就相当于是我们要继续在这个生态里混下去，而不是说，哎，我现在是不是干脆整点自己的能用就算了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英伟达一定是最赢的那个。所以今天呢，咱们不是简单的问中国买 H200是不是赢了，而是要问中国买了 H200以后是补上了短期算力缺口，还是重新被英伟达生态给捆回去了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美国限制英伟达芯片的几个关键时间点。首先呢，第一个是2022年的10月，第一轮重拳来了啊，美国开始系统性的限制 AI 芯片流向中国。重点呢是 A100 和 H100啊，说这2个芯片就不允许到中国去了。这轮限制的核心逻辑就是不让中国获得最先进的 AI 训练能力，不让中国轻易建设超大规模的训练集群，不让高端的 GPU 服务于军事情报和先进的科研方向。于是呢，英伟达做了第一轮的中国特供版啊，就是当时我们都说黄老板刀法精准啊，就讲的是这个事情。当时做出来的是 A800 跟 H800， 就是在 A100 跟 H100 上做了一些限制。他们呢也不是完全不能用啊，而是呢在这个互联的带宽上集群能力方面呢做了一些降级。美国赌了 H100 啊，那么英伟达就做出 H800 来啊，那么这实际上是一轮猫鼠游戏。第二轮呢是2023年10月 A800 H800 呢也不允许卖了啊，这个事儿也是不行了。美国很快发现只赌原来的 H100 是不够的啊，中国公司买了 A800 H800 之后一样可以组成这种超大型的集群，只要数量够照样能够训练大模型啊。那么于是2023年10月美国进一步收紧规则，这一轮的重点是啊，不只看单卡的算力，还要看芯片的互联能力，还要看能不能组建大规模的集群。结果 A800 H800 通通都被干掉了。那么英伟达呢就是啊精准的再来了一刀，降级成了 H20 啊。那么这个芯片其实还是卖了很多的啊。H20 就是为了继续合法迈进中国市场做出来的产品。它的特点呢是可以进中国，但是性能被压住了啊，而且对训练呢不够理想，对部分推理和商业部署呢还是能用的。到2023年5月啊，到2025年1月，拜登的最后大招啊，大家注意啊，董王是2025年1月几号上台的？1月9号还是1月几号上台的？在董王上台之前呢，拜登最后来了一招，叫 AI 防御规则啊。那么这一招呢，是真正对中国最狠的。他呢把全世界分成了3类啊，这个第一类呢
是美国最信任的盟友啊，可以去无限制的购买 AI 芯片，就是美国啊，五眼联盟啊，就是这种说英语的国家啊，你们都可以来做。第二类呢，大概是120个国家，你可以购买一部分的这个芯片啊，但是呢有一个额度限制，你不能随便乱买。第三类呢，就是什么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样的国家啊，就直接不卖给你了啊。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如果这个政策真的执行了的话，那么中国现在的算力就真的费劲了啊。但是好在是啊，这个川大爷上来以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玩意儿给干掉了啊，这个事儿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2025年的5月份，川普撤销了分级框架，就是前面他上来也没顾得上这事儿啊，但是他到5月份彻底改掉了。因为为什么呢？他当时要去中东，对吧？要到中东去看王爷们，说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的话，那中东这些王爷们就没有办法去买显卡了，对吧？他当时带着黄仁勋，带着这个微软的应该是萨提亚去的吧，还有这个比如说山姆奥特曼啊、马斯克呀，把这帮人都拎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是啊，疯狂的在那儿卖各种各样的显卡呀、算力中心啊，全都进去了啊。那么这一步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它虽然还没有向中国开放，但是中国大量的云计算企业在中东、在东南亚、在离我们近的、离我们远的不受限制的地方投资建设机房，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算力了，甚至有一些算力可能一些维修配件我们拆吧就给送回来了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呢，在董王做出了这一次决定以后，对于中国的算力围剿其实已经算是结束了。2025年的8月份呢，这个 H20 呢又重新拿到了许可证，这前面呢它H20 也是许可证被吊销过一段时间啊，但是到8月份又重新拿到许可证。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放松之后 ，H20 先恢复了。但是最强的啊 ，Blackwell 和这个最新的 Rubin 都不给啊 ，Rubin 现在就是它做出来了，但是还没有量产。真正美国大厂们现在开始买的都是 Blackwell 啊，就是一般叫 B200啊，现在可能还有 B300这样的机器。中国呢，合理合法的就只能去买 H20。那么最强现在呢，这个真正主力的卖的这个H200，就是 H200是英伟达现在一个主力出货的卡啊。这个前面董王说过我要卖给你，但是呢，双方都没有一个特别这个理顺，说我到底是谁买谁不能买，到底卖多少这个事儿，其实一直就没有说的特别清楚。那么这就是这个整个限制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曾经董王说，哎，我卖给你吧，大概是在今年1月份啊，说我卖 H200出来啊，当时呢，黄仁勋的股价还是涨了一波的。中国说，哎，我们也要想一想，你到底谁可以去买，谁不可以买啊？我们内部还要去造自己的芯片呀，啊，也稍微放缓了一些。然后美国那边呢，也在研究说，到底卖给谁呀？我们商务部是不是要再批一下啊？对吧？这个事情怎么弄啊？对吧？这个。所以从董王开始说要卖 H200到中国，到现在一片都没卖过啊！大概是在2026年的4月23号，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啊卢特尼克就说过，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片 H200啊是到了中国去啊，这当时有这么一个话。那么这一次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就是黄仁勋赶飞机的事情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中国报道的是，在董王快要出发的时候，他这个随行名单定不下来啊，一帮老板都坐在华盛顿或者派人坐在华盛顿等，说我有没有我登机牌啊？谁也是赶快定下来呀，对吧？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概在董王出发之前的4、5天的时间吧，然后呢出了一个名单，那个时候呢黄仁勋是在这个上面的啊，说他要跟着来，提姆库克肯定跟着来啊，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呢，在董王出发前的2天啊，上了一个新名单，黄仁勋没了，马斯克来了啊，就原来那个名单上没有马斯克，说马斯克换了黄仁勋啊，他上飞机了。然后等到董王起飞了以后，据说是董王看了新闻媒体报道，说哎呀，黄仁勋居然没带啊，这有问题
赶快打个电话，快黄仁勋你来赶飞机。然后这个飞机已经起飞了嘛，黄仁勋就急忙慌的飞到了阿拉斯加，在那儿上了飞机。其实呢，从美国飞到中国中间是不需要加油的啊，没有这种停机必须要加个油检查一下这种需要。因为像我们比如说从纽约飞国内，包括是从这个旧金山飞国内，都是不需要加油的，都是上飞机就一把就到了。所以董王的飞机上，你说我一定要到阿拉斯加加个油这个事儿呢？也许人董王体量大啊，这个飞机一把加满了油飞不过来，这个可能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但反正就是他就在这个地方上了飞机了。上飞机以后呢，黄仁勋也是一个非常知道投桃报李的人到了北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是董王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要求我来的，对吧？而且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会我实在太荣幸了，我一定要感谢川普总统，对吧？他这个话都说的非常非常明面上这就是完完全全给川普站台来了。这个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事情，正常应该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前面没谈明白，对吧？最后是美国的商务部长美国的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跟咱们的这个何立峰在韩国应该是谈明白了这件事了因为是在董王落地这边之前，他们两个在韩国首尔在那谈呢，谈明白了，黄仁勋就可以上飞机谈不明白了，谁打电话也没用，对吧？这事儿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是这个交易是在韩国谈好的。因为要知道，像贝森特这次是到国内来了，但是他肯定没有在空军1号上，他的这个行程是在韩国跟何立峰谈完了以后去了日本到日本以后去跟高市早苗说，你们这个要注意你这个有些不对的地方你们要去加息不能去减债，因为日本现在想着说我不想加息我想把这个缩表我想干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美国希望的是你扩表，然后呢加息要你的这个操作跟大哥要求的是反的这事儿不行。然后呢，他是从日本飞到国内来的他应该是跟董王前后脚落到首都机场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黄仁勋上了飞机，说明什么呢？ H200 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订单，黄仁勋也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 CEO，5.7万亿美金公司的老板，对吧？全世界第一市值公司的老板，那肯定不是普通 CEO 了，他已经变成了中美 AI 交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黄仁勋必须在场，对吧？因为他需要同时说服3批人。对于美国政府，他要讲国家利益，对吧？不卖给中国，中国会自己做；不卖给中国，美国公司会丢市场；不卖给中国，CUDA 会失去中国开发者；不卖给中国，美国反而会失去全球 AI 标准的影响力。他不能只说我想挣钱，对吧？你只说这个不行他一定要说让英伟达继续卖给中国，是美国继续定义全球 AI 标准的一部分。对于中国客户呢，他要讲稳定供应，对吧？他要告诉中国厂商，不要急着放弃CUDA，对吧？不要彻底迁移到升腾 ，H20 回来了 ，H200也能回来，英伟达仍然愿意服务中国市场。他要去讲这个故事，所以你看，董王在这的时候，他就会去讲说，我们要感谢特朗普总统，他在最后时间给我打了电话我非常荣幸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是代表美国来的他在访问中是这么去谈的。对吧？还有一个记者特别神问他说：“你会把芯片卖给华为吗？”黄仁勋想了半天说：“你为什么会问这么奇怪的一个问题呢？对吧？这个就没法回答嘛，这种事儿，对吧？”这个是特朗普在的时候，特朗普走了呢，就跑到这个小吃街去表演喝豆汁儿喝这个蜜雪冰城这个找人合影吃炸酱面就开始表演这个了，对吧？那意思就是在董王在这的时候，我是美国人董王走了以后。你看看这个别的人都不行只有我可以来干这个事儿，对吧？那他就跟中国人没什么区别了嘛，所以这个黄仁勋还是非常能屈能伸的。那么对于资本市场他也需要去讲一个新故事，说这个中国市场没有丢英伟达过去在中国的 AI 芯片市场非常强大，对吧？但是出口限制以后，中国公司开始更多的转向华为等国产方案了黄仁勋必须向市场证明，中国不是永久丢失的市场，英伟达还在想办法回来这个效果很好对吧？英伟达的股票这2天涨的
啊，你想一个5.7万亿美金的公司啊，这个每天还能涨成这样，连续多少天那么往上涨啊，这个还是大家在用钱用脚投票的一个结果。所以他追上的不是一架飞机，他追上的是中国 AI 生态的入口，而且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不是说中国 AI 就怎么厉害了，而是说全世界做 AI 相关的工程师大概有一半甚至一多半都是中国人，对吧？一旦咱们开始走其他的路线了，那对于黄仁勋来说绝对是灭顶之灾。你比如说吧，现在咱们做这个高压输变电，你说我一个美国的电工想去学高压输变电怎么办？对不起，学中文吧。为什么？因为标准都是中文写的啊，这块咱们做的最好啊。那么最后咱们成为了国际标准，那这个对于他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那么下一个问题，75万片的 H200到底有多少呢？对吧？这个数咱们听着好像很多，而且要注意啊，这可能是4万到5万美金一块啊。那75万片 H200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啊，首先是10家企业啊，每家7.5万片，理论上的上限是75万片，目前呢并没有进行交接，对吧？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太说清楚。要注意啊，咱们去年在中国部署了多少这东西呢？去年全中国部署的 AI 加速卡大概是400万片啊，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去年的400万片里头，英伟达占多少呢？55%，220万片是英伟达 ，AMD 是16万片，占4%，中国本土厂商是165万片，占41%。本土厂商里头呢，这个华为是81.2万片啊，这个阿里平头哥是26.5万片，百度的昆仑芯和寒武纪各11.6万片，其他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啊。这里要注意啊，这个是一个厂商的口径，不是一个具体型号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75万片在整个中国的市场里头占一部分啊，还占不到，就是去年400万，今年可能到500到600万片啊，就今年肯定会更多。那么这个75万片进来了以后，会吃掉一块市场。那么今年华为讲了，说我的升腾950啊，因为去年卖的是升腾910嘛，我今年卖升腾950，我今年计划升腾950的出货量是多少片？75万片啊。当然咱们不能说这个把 H200 75万片买回来以后，升腾750的升腾这个950的75万片就卖不出去了啊，都能卖掉啊，这个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所以75万片 H200 最终如果能够落地的话，相当于中国全年 AI 加速卡市场的可能1/5吧。按去年那个数来算的话，中国本土厂商全年出货量的接近一半。华为全年这个出货量差不多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但是要注意啊，这个75万片只是 H200，它可能还会有 H20进来，还会有走私的进来。像刚才我们讲的，去年的400万片里是不包括走私货的，都是可以写发票，都是可以干这个事情的。所以这里呢要稍微注意一点，中国你说有没有走私的 H200？一直就有。中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在京东上一直都有 H200的芯片在卖啊，就是你可以在京东上下单买，而且这个上午买了，下午给你送来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东西很贵啊，几万美金一块，对吧？不可能说有人嘁哩喀嚓没事去买这个东西。但是呢，它一直在上卖着。前边呢，这个川普快来的时候呢，这个京东上把这个产品下架了，就是说这个面子还是得给啊，对吧？人家还谈这事儿来了，你在这个京东的市场上挂着 H200、H100 什么 A100 什么这东西都挂在那卖，这个有点太不给人面子了，对吧？所以就把它下架了。现在呢，说这个批过了啊，这个10家企业可以买75万片了，京东那链接马上就恢复了啊。这个当然要注意啊，京东上面卖的绝不是这75万片里头的啊，这75万片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正式签协议，没有正式进来呢，对吧？但是呢，就是那意思告诉你说我们有走私的啊，或者有其他的这种来源的芯片，你要敢下单啊，京东就真的给你发货去啊，这个也是比较神奇的一个地方。
那这件事情呢，对于国产算力来说肯定是有压力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可能对于华为来说呢，压力有，但是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华为之外的这些厂商，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刚才我们也看了那个数据了，华为那是作为这个全村最靓的仔啊，必须要去买它的，要爱国嘛，这个没办法。剩下的两个，一个是阿里的，因为阿里我自己做阿里云，我自己买自己的啊，自产自销，我也不跟别人竞争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一个是百度的啊，百度说我自己做百度云啊，我自己玩自己的啊，这个我也不跟别人竞争，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他的像什么寒武纪呀，这些公司呢就比较麻烦了啊，就有可能会被75万片直接给干死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那中国现在还真的那么缺芯片吗？刚才讲了啊，这个现在中国真的没有那么缺芯片，对吧？现在咱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东有大量的由这个中国的资本去运营的云计算中心啊，这个里边跑的都是什么 H200啊、B200啊，都是这样的芯片啊，所以咱们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啊。这个芯片其实在特朗普来之前啊，我们就已经有了。至于说他那些芯片是在这个土豪这个王爷的这个机房里头，还是我们把它偷偷弄回国内来了啊？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这两天好像是美国又在开始调查一个新案子啊，就是从泰国建设数据中心以后，然后那个芯片不见了啊，那个芯片可能转2圈以后从京东就直接卖出去了啊，现在他们还在调查。那么特朗普这一次呢？撤掉分级架构以后啊，直接就说，哎，我们就干脆卖吧，把这个 H200直接卖出来就完了，对吧？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下边我们稍微比较一下 H200跟这个升腾950啊，就是真正可以需要跟它竞争的这个芯片，因为中国其他的算力芯片跟 H200没有任何可比性啊，所以升腾950呢，咱们稍微的比较一下，这里头没有谁秒杀谁的事情。而是谁定义工作负载的问题。升腾950这个芯片呢，其实是瞄准的 H20 做的啊，就是它在各种的性能属性上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H20 的啊。那么英伟达官方的数据 ，H200配置是141G 的 HBM3E 的显存啊，显存带宽是4.8TB。它呢非常适合做大模型训练、多模态应用、高并发的云服务、成熟数据中心的部署。而升腾950呢是另外一个东西，它呢里头的这个没有 HBM， 因为 HBM 也是禁运的啊，它自己做了一种类似于 HBM 的这种缓存在里边啊，速度应该比 HBM3 要慢，所以呢它的带宽呢只有1点几 T 啊，就是H200的显存带宽是 4.8T 啊，它这个大概只有1/4的这个显存带宽，所以呢，它真正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国产芯片啊，国产服务器、国产集群、国产软件站、国产模型适配、国产推理成本模型啊，它要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它是完全2个不同的产品。H200的优势是单卡能力极强，对吧？软件生态非常成熟。CUDA 迁移成本也很低啊，所有人训练的东西都是从 CUDA 开始的，大规模部署的集群啊，大规模集群部署的经验非常丰富，全球工程人才也都比较熟悉，商业客户信任度也比较高。而华为的升腾950呢，这个芯片大概是1万多美金一块吧，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国产可控，我随时要随时有。第二个呢，就是政策很支持啊，你买这玩意儿没准还有补贴，可服务政企和这种关键行业啊，你说我是大央国企或者是军队啊，这个买升腾950是没问题的啊，可以围绕中国模型做深度的优化，有机会形成自己的软硬件闭环啊，这就是他们2个之间各自的优点。那么真正的分歧呢，不是谁跑分高啊，这个 H200肯定跑分比这个升腾950要高很多很多。那么真正的分歧在于中国大模型公司未来优化做负载的时候，到底是先去适配 CUDA 还是先去适配升腾那么如果优先适配 CUDA 的话，英伟达就赢了。如果开始围绕升腾做模型框架、算子和这个
集群优化的话，那么国产算力就有机会了啊，那么英伟达就输了。大家要注意啊，什么叫这个针对升腾芯片做优化呢？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我们首先有模型啊，比如说 DeepSeek 啊，比如说 Minimax， 比如说ChatGPT 啊，这个东西叫模型。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叫做推理系统啊，比如说 VLLM 啊，这叫推理系统，还有 SG-Lang 啊，这个东西都叫推理系统。然后才是芯片啊，或者说我们叫装着这些芯片的服务器。那么下一件事要什么呢？你说我改模型去适应这些芯片吗？不幸的啊，这是不对的啊。他们要做的是去修改这个推理系统 VLLM 啊，这是开源的，然后 SG-Lang 也是开源的。我印象里 SG-Lang 的这个核心团队应该原来都在 XAI 啊，后来是不是走了我不确定了，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华为也好啊，包括 DeepSeek 这帮人也好，去跟这个 SG-Lang 和 VLM 这些人去沟通，说，哎，我们提交代码啊，我们把这个华为升腾芯片的这个相关的优化给你补充到这些推理系统里头去。那么啊，只要这个云计算的服务商买了华为升腾的这个芯片的服务器，然后呢，我们去部署这些开源的啊这个推理系统以后，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啊，他就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 DeepSeek V4，咱们老在吹啊，说这个我们根据升腾去做了专门的优化，对吧？那是为什么？就是它不用优化就可以在这个英伟达上跑得很好啊，那你到升腾上你要专门做一个优化，而这个优化其实是很关键的，而也是黄仁勋最不希望看到的。他做了一个什么优化呢？他做了一个 FP4 的优化，这是英伟达的芯片里头，它是不会专门对 FP4 去做优化的啊，因为你做 FP4 的优化，就是 FP4 就是4位的浮点数啊，那么对它优化了以后呢，确实可以让效率提升，但是呢，它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那么英伟达说，我有的是算力，我不需要去做 FP4 优化，我就这么跑了就完了。而国内的像升腾950的这种芯片呢，它是专门啊在 FP4 的这个精度上啊，就是1半的这个精度上做了非常多的优化啊，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去跑。那么 DeepSeek V4 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发布，就是专门去对 FP4 去做优化，我们能够在这个上面啊效果还是不错的。所谓 FP4 就是4位浮点，它的逻辑呢就是精度更低，显存占用更小啊，这个带宽压力更低，因为刚才咱们讲了，升腾950的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显存带宽只有 H200 的1/4，对吧？那么它的推理吞吐更高，但是工程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想让一个大模型啊到 FP4 上还可以跑起来啊，这个事儿非常难。中国为什么重视 FP4 呢？就是因为硬件约束很难实现啊。如果我们去拼 FP8、FP16这些算法的话，我们拼不过英伟达，所以我们就干脆训练这个 FP4 的这个芯片啊，就是专门去优化 FP4 的芯片。那么我们没有先进制程啊，我们没有 HBM， 集群互联也受到限制，单卡性能短期内你追不上英伟达，只能用模型架构和软件优化来去弥补这个硬件短板，这个真没办法。所以所谓的 DeepSeek V4 加上升腾950的意义，不是说升腾950就全面超过 H200 了，而是什么呢？国产模型就是 DeepSeek V4 在升腾950上去运转的时候，升腾950跟 H200 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对吧？原来你可能差个比如几十倍啊，现在可能发现，哎，差个3-5倍就差不太多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你要想，这个 H200 是5万美金一块啊，这个升腾950是1万美金一块，那我差个4-5倍，我多买几块不也就够了吗？对吧？它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它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它追平。但是呢，训练成 FP4 是有代价的，对吧？第一个，量化更复杂了，对吧？因为你是要重新去做模型量化。第二个，部分任务可能会出现精度的损失，对吧？你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有人是真天才啊，我们比如真的上了很多课出来的这种天才，还有些人就是紧急培训班出来的，你认为 FP4 出来的就是那个紧急培训班出来的，你应付一些他日常习惯的任务没毛病，但是一些复杂任务可能就搞不定了啊，这个是 FP4 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算子的适配更麻烦，对吧？你要给它去做各种优化，
工程维护的成本也很高啊，为升腾优化越深，想迁移回CUDA就越困难啊，所以一旦说我们都朝这方向走了，那黄仁勋就该哭了，对吧？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愿意往 FP4这个方向去优化啊。那么在这样的话，一旦是DeepSeek V4把这事儿搞明白了，因为大家要注意啊 ，DeepSeek 这个产品，我前面一直讲国运级产品啊，它去做了一个架构的升级以后，那么其他的国内的大模型就会抄它的架构，因为它架构是公开的，对吧？那你抄了 DeepSeek V4的架构了以后，这些国产的大模型啊都是开源的啊，又都特别便宜，那么这些模型在 FP4 的这种浮点上就都可以有很好的优化啊，这个是黄仁勋真正不希望看到的东西。那么这一次到底有谁能够去买这些卡呢？一共是10家啊，但是呢特别有意思啊，这10家里头呢公布了6家，剩下4家没说啊。这6家里头呢是这个阿里、这个腾讯、字节、京东啊，当然大家注意啊，京东的那个卡现在并没有挂到平台上卖啊，在京东平台上挂着卖的卡肯定不是他这次签下来这些。除了这4家之外呢，还有2家呢，一个是联想，一个是富士康啊。但是这个里头呢，咱先不说前面这4家，前这4家都是自己做大模型，自己做云计算啊，就包括京东自己也有云计算，对吧？那么他自己来去做这种算力出租啊，去做这种自己内部的这种算力的这种应用，这个都是一个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啊。那么剩下2家这个联想跟富士康呢，他们比较有意思，他们是做这个服务器的，对吧？就是别说是 H200的服务器了，就是 Blackwell 的服务器和 Robin 的服务器，联想跟富士康都会去帮助英伟达一起去生产。只是呢，他们生产这个 Blackwell 的服务器，只是他们生产 Blackwell 服务器和 Robin 服务器的这个工厂可能不在国内啊，有可能在中国的保税区里，但是大概率呢是在台湾啊，在这个墨西哥、越南，甚至在美国这些地方啊，他们是有工厂来去生产这些玩意儿的。对吧？那么这一次10家里头有他们2个，然后剩下4家是谁不知道啊，就没有宣布出来。美国呢还是更希望看到这些机器这些芯片呢能够老老实实的去做一些他能够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你最终客户是谁呀？最终使用地点在哪儿啊？序列号是怎么流转的呀？售后怎么维护啊？不能转卖呀，对吧？不要拿去做军用啊。他想让咱拿去做军用，咱们军队才不采购这玩意儿呢，咱们是有标准的，对吧？咱只采购华为的挺好的这是这一次的一个情况。那么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这4家没有披露的，其实才有可能是在今天的这个交易里头真正起作用的我看有人说百度呢，百度才不买这玩意儿，百度买它自己的就够了也有可能是在这4家里头，但是可能性不是很大。下一个问题这个交易到目前为止只是说两边批了但是最后能不能落地现在不知道，因为呢，美国是不是要抽25%的税不知道，中国的这些芯片厂商刚才我们讲了这些人也是有各自的诉求，而且会承受压力，有可能有些就会死，对吧？所以他们也会拼命的折腾有可能还是会把这个项目给折腾黄了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太高兴。中美2国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这个事情一定要注意，美国想卖，中国想买，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美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利益美国内部有国家安全派不想让中国拿到好卡，也有商务派希望美国公司挣钱，还有华尔街派希望英伟达继续涨，也有产业链企业希望 AI 服务器的这种订单不断，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希望把交易包装成我又赢了，对吧？这个川普最喜欢干这事儿我又赢了，你们都赢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我还是赢这没办法。中国内部呢其实也是分的这个有大模型的公司想用好的算力这个一定是这样的，有云计算的厂商也想去买好的算力去卖去，对吧？这个英伟达的卡肯定维护起来部署起来要比升腾要省事的多。还有呢，国产芯片厂商，我不想让你进来我想把你弄出去那我就要给你找麻烦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更想要建这个数据中心和 AI 项目但是地方政府呢有时候就要去研究一下到底买谁家的东西了
还有监管部门啊，希望呢平衡安全、产业和外交啊，都要平衡起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甭管是中国内部的各方力量，还是美国内部的各方力量，他们都不会实话实说的啊，都会想办法干嘛呢？去讲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说你这个是不是有标准之争啊？我们要把卡卖给中国，让中国接着跟我们标准走啊！我们要这个限制中国买卡啊！一旦中国买了卡以后，它在 AI 领域里就超过我们了啊！中国这边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他也会去讲啊，说我们一定要有新卡，要有这个 H200，买了这个以后，我们的大模型就可以超过美国了啊！然后呢，这个国产这些卖卡的公司啊，他们也会出来说，哎，我们不能买他们的卡，他们那个不安全啊，一定有问题的啊，这个都会去讲，但是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事情。这个事儿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郑和下西洋啊，这个最后为什么被停掉的？说是这个太烧钱啊，你烧了太多的民脂民膏啊，最后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我们把它停了吧。但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郑和下西洋是非常非常挣钱的，只是挣的钱并没有进到国库里去，也没有进到江南士绅手里去，进到了皇帝的私库里头去，对吧？你想当时的明朝皇帝应该是朱棣吧，就刚这个平定了国家，对吧？然后郑和下西洋，他拿着这个钱，整个迁都、翻修北京城、几征蒙古啊，全是拿这个钱干的。要其他人干这些事早就把国家玩废了。他拿着郑和下西洋的钱把这些事全干了。但是呢，这个有些人就不会去说啊，你这个不能都自己皇上把这钱拿走了去干啊，这事不行，你得拿出来跟我们这些士大夫啊去分啊，这个就属于 low 了啊。人家讲的就是民脂民膏啊，你花了以后啊，并没有什么收益啊，咱把它停了吧，把郑和下西洋的所有的图纸、所有的文献通通都烧了吧，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烧完了以后呢，这些南方的士大夫就可以自己去走私了，对吧？自己把这个钱挣得盆满钵满。所以呢，这个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啊，利益在这里，他们就可以去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所以呢，没有公开的几家公司才有可能是关键。为什么？你以为这没公开的公司是什么呢？如果是知名大厂，肯定就公开了啊，这没问题。如果是电信运营商啊，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些，他们也会去公开，这个也没毛病。但是这些没公开的4家企业，大概率是什么？合资公司。新的皮包公司，新的壳公司，对吧？川普是带着儿子来的，对吧？中国也有的是红三代愿意做这种生意，对吧？现在哪有比这玩意儿再挣钱的生意，对吧？原来这些红二代、红三代去做房地产，去做什么东西，都是要吃时代红利的。那现在的时代红利是什么？就是 AI 算力嘛。所以这几家公司有可能会去由这些比如说红三代加上川普家的儿子啊，他们去把这个事儿搞定。那你说他们搞定了，跟咱们前面讲这个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有什么关联没有？有啊，有既得利益者在这儿了，对吧？他们就属于既得利益者，他们会推着这事儿往前走的啊。你们其他人再怎么去嚼耳根子说啊这个事儿对中国不好，那川普的儿子说我觉得好，对吧？我得跟我爹说说把这卡卖过去，对吧？然后有人上去说，哎，这个买了英伟达的卡不安全啊，这个国家有问题。那这个中国也有红三代说别听他们放屁啊，我要挣这个钱，对吧？所以他们是真正有可能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个事情前进和后退跟各种民族大义都没关系，民族大义都是拿出来骗钱的啊。真正有关系的都是这些小团体啊，你们到底谁能够把这事儿说明白啊？所以大家听明白这个逻辑了没有？那这个事儿谁输了谁赢了呢？啊，咱们回到标题上去。第一个，中国肯定短期赢了啊！中国最缺的就是先进算力 ，H200一旦合规进入中国，哪怕不是一次性交付到上线，只要落地一部分，对于大模型公司来说就是补血了。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它可以掺沙子呀，对吧？我这边有合法合规的 H200进来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走私进来的 H200都名正言顺的摆桌面上了啊？这就可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它能够帮助中国的这些模型大厂训练出下一代模型来，部署更多的模型应用，更降低推理的成本，承接企业 AI 的这种客户，稳定云计算算力的供给啊，这是它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短期内中国肯定是赢了，不是面子赢，而是算力仗赢了。
第二个，美国呢短期内肯定也赢了啊，那川普回去以后一定说我又赢麻了，这个大家一定是能够想到的啊。美国可以讲什么啊？我没有放弃国家安全啊，对吧？我只是卖了 H200，而且我还做了限制，就这10家，对吧？没有别人了，还有上限一家7.5万张，还不让他们相互转卖，对吧？我都已经把所有底线都守住了，对吧？你们也不能批评我，而且我让美国公司挣到钱了啊，我还把中国 AI 继续留在了美国的技术生态里头去，对吧？所以这件事情美国也赢麻了，没毛病，对吧？那么第三个呢，是华为升腾就要开始承受压力了。对吧？真正被 H200正面顶上的就是升腾950啊，但是呢，升腾毕竟还是在打爱国牌嘛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虽然有压力，对吧？大家会希望你一个对标 H20的芯片，赶快做出下一代来，能够对标 H200，对吧？这个事儿是大家殷切期望嘛啊，但是呢，它应该还是能够活得下去啊，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而在这个时候。华为升腾真正需要考虑的压力是什么？是不是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转它的 CNN 的这个协议啊？它那个 CNN 是跟CUDA去对标的一个协议啊。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转这个，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去对 FP4进行优化的话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华为升腾需要承担的压力。至于其他的，你比如说像阿里平头哥啊，百度昆仑这样的芯片，反正我自产自销啊，你们爱干嘛干嘛，跟我没关系，对吧？跟他们影响不大，但跟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啊。但是中国那些小的算力卡就面临斩杀线了，对吧？他们比升腾更危险，因为他们的整个的生态是非常混乱的，升腾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生态，对吧？这些小的算力卡没有生态，没有一个就是相互兼容的东西，那么这一块就会比较麻烦。华为呢还有芯片、有服务器、有云、有运营商、有政企客户、有 DeepSeek V4适配的故事。那些小的啊，你能够卖个几万块，去年卖了几万块那些，它可能也就是啊出了些样卡，做了一些跑分，地方上有一点点项目啊，有一些融资材料啊，有些已经上市了。那么国产替代有一个叙事，其他啥也没有了。这个 H200一旦进来以后的话，就真的没有人买他们了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灭顶之灾啊，或者说就面临斩杀线了。真正的赢家只有一个啊，就是黄仁勋的英伟达是真正的赢家，对吧？他不是赢了一批 H200的订单，而是赢了3件事。第一，赢回了中国客户，阿里、腾讯、字节、京东啊都可以继续去采购 H200了。第二，赢回了CUDA标准啊，这个模型继续适配CUDA，推理继续用叫 TensorRT 啊，就是他们也是 CUDA 上面的一个推理模型啊，推理软件。集群继续用他们自己的这种什么 NVLink 啊，什么这些东西啊，继续搞。工程师继续按照英伟达的路线去进行优化。第三个，赢回了国产替代的时间窗口，对吧？国产芯片最怕的是什么？不是英伟达永远先进，最怕的是客户刚要准备迁移啊，英伟达那边突然又行了，对吧？这个事儿是这个国产的这个就是国内这些模型厂商最害怕的事情。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有稳定的，我们肯定先用稳定的。你如果实在稳定不了啊，我们再去想办法，想其他办法。哎，你说我这边又卖了啊，那我就不愿意费这个劲了，一定是这样。所以黄仁勋最厉害的地方是把商业问题讲成了国家利益问题。他真正卖的不是 H200，他真正卖的是美国继续定义全球 AI 标准的一个能力。最后结论啊 ，H200是下一轮算力战争的开始。不是结束啊，这个第一个 H200能不能真实交付才是真正我们要去看的事情。第二个就是 DeepSeek V4加上升腾950这套 FP4 优化是不是会在国内成为样板，整个推起来，才是我们真正要去看的事情。如果前边 H200没有交付出来啊，这些官2代、官3代，然后这个比如说特朗普的儿子，他们没有把这个交易推起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啊，不是说因为他是特朗普的儿子他就一定能做成，对吧？这么多方的利益在里边去纠葛啊，那么有可能是做不进来的啊，这个事儿依然是可能性存在的。而且呢，到11月以后，可能特朗普就会变成少数派总统，对吧？他前头批的很多东西会出现问题啊，这个事情还是
有一定的悬念的。另外就是真正让黄仁勋害怕的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啊？现在只是 DeepSeek V4做了相应的适配，做了 FP4的这种优化。如果后面所有的国产模型都向这个方向走啊，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国产模型并不是只有中国人用啊，全世界的人都用啊。然后他们发现，哎，我们上了这个东西以后挺好使的，对吧？然后这个我上这个升腾950以后，比这个英伟达还便宜啊，而且效果呢可能有些差异，但是大部分人看不出来。那这个黄仁勋就该哭了啊！所以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啊 ，H200被放晴，中国短期内赢了，美国短期内也赢了，升腾承受压力，中国中小算力卡走进斩杀线，黄仁勋笑到了最后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好，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美股股市这轮涨跌和特朗普访华关系应该不大，主要还是新的争议性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了。哎呀，这个呢，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一定是什么什么是唯一原因啊，你就想吧，英伟达涨成这样，是跟美联储主席上台有多大关系呢？对吧？然后你说这个没关系啊，我就不认，那你愿意怎么相信，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对吧？我记得之前英伟达是说把CUDA开放，那个有影响吗？其实CUDA没法开放，咋开放？董王来对老范的影响就是把摄像头搞火热了啊！这个摄像头是会过热，我现在发现了这个叫什么东西啊 ？Pocket 4确实会容易过热。然后今天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热呢，第一个是时间还比较短啊，上一次是读评论的时候，大概读到1个小时，10几分钟的时候过热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还支着一个东西呢，一个充电宝上有一风扇啊，这个风扇还在这转呢，所以呢，现在这个摄像头一直是有风冷啊，在旁边在吹着呢，所以并没有过热。老黄没走哈，那挺好的，在这接着吃豆汁儿吧，希望他能爱上这一口。AI 产子王啊，绝对的，兄弟，全世界80%的 AI 芯片是中国人生产的，这个你觉得是不是说的数稍微少了点，太保守了吧？英伟达的芯片可能就是全世界80%的芯片了，对吧？这个黄仁勋是公司设计的，然后台积电生产的。啊，这个它甚至可能比80%还要多一些，剩下的博通的芯片啊，博通的老板也是个中国人，AMD 还有稍微一点点量啊，AMD 苏马也是个中国人，然后英特尔还稍微有一点点啊，英特尔的陈立武对吧，也是个中国人，那你说这玩意儿你只算80%是不是算少了呀？感觉小米 MIMO 要崛起了啊，它这个肯定是 H200的最大买家，这个真不一定，因为这一次公布里头呢没有小米的名字，如果小米买了就肯定说了，对吧？这两天还有人说呢，说这个羽田军啊，这个雷军嘛，雷嘛，一个羽一个田嘛，说又丢人了，说这个去跟马斯克合影显得低三下四的啊，一点都没有派头。你这玩意儿，你说说，你去跟马斯克合个影，稍微的把姿态摆低一点，是符合雷军人设的啊。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这帮老板在面前，在这个镜头前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的率性的这种啊，就是他们自己本来的性格啊，是不可能的，对吧？雷军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是设计出来的啊，包括黄仁勋啊，这个上街吃炸酱面，上街去这个找人合影，上街去喝豆汁儿，喝这个蜜雪冰城，这都是规划出来的。什么人是率性而为？就是马斯克可能真的是率性而为，跟所有人合影的时候在那做鬼脸，带着儿子进人民大会堂啊，那是率性而为。但是全世界可能也就只有马斯克了啊，不会有第二个。包括提姆库克进去了以后，都是得这个按照剧本来，对吧？这个，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个雷军你怎么在马斯克面前照相的时候不够挺拔啊，不够这个有这个大国风范啊，这个稍微有点展头哈腰，这有什么问题吗？对吧？他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谦逊人格啊，谦逊的人设，那他就该干这个活。
至于说 MIMO 模型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戏啊，这个可能性很小。第一个呢 ，MIMO 模型它是按照 DeepSeek V3.2的基础架构来做的。第二个呢，就是小米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开放的公司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小米整个的生态是极其封闭的，对吧？它想要在这样封闭的一个环境下去做一个这种必须要开放的这种大模型的话，我不认为它能做出来。货都备好了啊，这个 H200嘛，这个要看了啊。对，升腾950就是瞄准的 H20，台积电什么COP 技术的芯片，下半年量产才会卖 H200给中国吧？这个不知道，据说前面已经生产了一批了。DeepSeek 真的很好用啊，超便宜，我都用来玩这个 RP 是什么？而且它可以玩的很露骨，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百度呢？百度我觉得真的是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个笑话。百度自己有昆仑芯片，是的。而且你想，百度现在的市值是多少？可能只有几百亿美金了吧？它现在玩不太起这个事情。H200买一套啊，能出图吗？这个不要这么浪费东西好吗？对，我也没看懂。角色扮演游戏啊，好吧。用 Python 写一个文字游戏引擎，用 AI 来驱动啊，这个我还没玩过。我还是爱看老范的视频啊，川习那事儿离咱们太高太远啊。这个像我也爱看这个川习的故事，还是很有趣的啊。这就不知道了啊。特朗普这一趟是入宝山而空手回，没有签约仪式、声明啥的啊。看来董王还是要干大事儿。谁说没有签约仪式，对吧？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也卖了，200架这个飞机也卖了，对吧？人家是卖飞机，并没有把发动机卖给咱们。如果把发动机卖给咱们，咱们就去造 C919去了，对吧？到目前为止，之所以造不出 C919来，就是因为人家不卖发动机给咱们啊，咱们自己的发动机又不太敢上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咱们就老老实实去买这个波音呗。其实呢，中国是有大量的波音缺口的，对吧？因为中国的这个飞机它是有要求的，你必须要飞多长时间要换，对吧？中国的航线又很密集，就是很繁忙，就是好多飞机都已经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咱们前面等于是协议都签了，只是没有去提货而已啊，这个非常非常麻烦，所以该去把这个飞机弄回来就弄回来吧。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能源啊，咱们反正说可能要买美国能源，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或者买可能稍微给董王点面子，少买那么一点点，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有那么便宜的俄罗斯石油，干嘛买它的呀，对吧？而且俄罗斯石油进，拿管道就输回来了，你买美国石油还得把它运回来啊，这个没必要。农产品肯定也买了，对吧？至于说他们为什么没有开这个联合记者发布会，或者没有做什么换约仪式，没有去做这个联合公告什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看吧。买波音和大豆了，对，这几天应该会宣布啊，现场宣布多有面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稍微等一等吧。这个现在呢是这样，就是如果老大现场宣布了，就没有任何余地了，对吧？一定是说，哎，先把下边人谈好，然后老大现场谈得很好，过2天呢逐步宣布。万一后边再有点什么变化，你这现场宣布了以后咋办啊？出了事儿，对吧？这个事儿是不行的，所以还是要稍微的给老大的这个事情留出点余地来。所以你看这次啊，这个就是中美什么经贸会谈，都是说什么我们在两国元首的这个指导方针下，我们去做什么什么事儿啊？这个原来咱们都是讲啊，我们在谁谁谁的指导方针下来去做什么事儿。现在美国呢也跟咱学啊，这个川建国同志也是每次都是在川普的指导下啊，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事儿。所以现在大家的这个公告都是这么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缓和余地，万一两边又搞得不行呢，那最后这个川普说我打个电话去吧，一个电话给你搞定，对吧？这个
你总是要给老大留出一些可以去做事情的余地嘛。国家领导人也是到处推销商品啊，啥都是公斤级啊，这个很正常，对吧？川普就是四处卖东西，四处盖房子。北京好像是没有川普大厦，国内好像都没有这个东西。台北是有川普大厦的，我印象里。啥都是经济利益，是经济利益有什么不好吗？对吧？这个如果你上来都是讲这个大道理啊，讲这个民族大义，你反而会担心这背后到底把钱被谁捞走了，对吧？上来讲这个经济利益，我觉得才是最好的老大。可算赶上了，哎，你赶了个尾巴。我礼拜天装药盒啊，今天是礼拜五。老黄不是卖铲子，老黄是金矿边上开了个小镇，卖的是生态啊，是这样的。啊，点赞啊，欢迎。我们今天整整1个小时啊，把所有的内容都讲的差不多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咱们再聊一会儿啊。然后，我想想啊，这个周末的话，看看吧，有什么事儿可以更新就接着更啊。我现在也不保证说一定会更，一定会不更。如果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按照原来的这个模式更下去。至于说会员节目呢，有可能会做吧。这个因为最近这个token 中转站的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啊，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抓人了，对吧？所以 token 中转站的事情有可能会去做一个会员节目啊，这个我还没有准备好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加班刚结束，这什么情况还在加班？辛苦辛苦啊！点赞啊，对，你们都点一波赞再撤啊！咱们差不多就到这里。我看还有什么啊？现在追着买英伟达股票还来得及吗？啊，你别问我啊，咱们从来不做具体的投资意见和建议，赚了是你的，亏了也是你的啊，不要来怪我。这个都是私下协议啊，联合公报容易得罪自己的小弟啊，这个我觉得倒不会得罪小弟的问题，特别像咱们这边肯定一言九鼎啊。我觉得之所以不做联合公告，可能还是要稍微留点余地出来。明成祖朱棣的财富转移手段比他爹朱元璋还厉害，在南京建大报恩寺和现今位置最大的石雕烂尾了啊，还在北京建紫禁城。这些银子来源可想而知是吸民间财富，它其实好多有一些是吸民间财富，但是还有好多是来自于郑和下西洋。明朝到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发不出钱来，是拿这个郑和从西洋买回来的这些花椒啊什么，拿这玩意儿去给官员发俸禄的。特朗普国会讲话啊，议员起立鼓掌100多次。这说明特朗普真的很受欢迎啊，对吧？没准人家还要再干8年呢。大家可以转行前线工程师嘛？可以啊，这个叫前线部署工程师啊，或者叫前方部署工程师啊，这个是 FDE 嘛，这是可以去试试的。好，我们差不多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收听。今天还能有200多人啊，还是感觉很开心的。还有吗？特朗普真的是美勋宗啊，好大喜功，就爱排上啊。那对啊，上次他来了以后，看了故宫的金碧辉煌以后，说太棒了，我要回去把白宫装修成这样，对吧？这个不知道这次看完了以后回去是不是说，哎，我在白宫里头装个天坛吧，也很开心啊。飞机是必需品啊，肯定买。目前运营的737 NG 全都超过10年要换了，是的，就是中国换下的这些737，然后周围的这些小国家，比如说像什么亚航啊，他们再买回去接着用啊。咱们的要求是，多长时间必须要把它换掉，但是人家的设计寿命还是要更长一些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